近年来，韩国被很多网友戏称为第一宇宙大国。这一称号的取得，主要体现在韩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肆掠夺和强占上。据统计，韩国累计对500多项各方面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进行申遗，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强盗行为。这种文化偷窃行为的背后，折射出的是韩国的民族文化自卑心理。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头的愈发旺盛，我国产业发展几乎全方位超越韩国，这让韩国在工业和技术产业发展方面的心态开始逐渐失衡。于是，韩国又破防了。要知道，相较于对自己传统历史文化的自卑，韩国在经济和产业发展上曾是风光无比。60年代以来，韩国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集中力量举全国之力发展重工业，在钢铁工业、半导体产业、汽车工业、航海产业、流行文化产业等方面不仅取得了飞速发展，还培育了一批世界头部企业。耳熟能详的现代、LG、三星等知名企业都是在那时创立并发展的。70年代，韩国又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一跃成为亚洲4小龙之一。经济的崛起让韩国一时间自信心爆棚。然而，风水轮流转，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在几百年的蛰伏后开始强势崛起，韩国的主力产业陆续被中国反超，这强烈的对比再次引发了韩国的心态失衡。过去40多年来，中国的工业版图急剧扩张，不断冲击着韩国引以为傲的产业自尊心。在钢铁产业方面，70年代在大力扶持下，韩国钢铁工业年复增长率达到了 21.9%， 在世界钢铁市场中逐渐占据强势地位。其钢铁巨头主要由韩国浦项钢铁公司、韩国现代制铁株式会社等组成，其中浦项钢铁公司的体量在全球位列头部，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创造力。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韩国均钢铁出口量和消费量稳居世界前列，可以说钢铁工业为韩国的经济奇迹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是韩国地域狭小，资源匮乏，生产钢铁所需的粗钢材料长期依赖于进口，这直接导致了韩国国内的热轧卷供应紧张，增加了韩国钢铁业对海外原材料的依赖性，间接提升了韩国钢铁原材料的成本价格。原材料进口依赖度过高和产品结构脱节等问题，逐渐成为制约韩国钢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以出口为导向的韩国钢铁工业面临着严峻挑战。反观渤海彼岸的中国，钢铁产业经过70余年的发展，逐渐由依赖进口转变为自给自足并大量出口的模式，不仅有体制优势，更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储备，在钢铁生产中能实现全产业链的自给自足。如今，中国的钢铁产业的发展水平已经完全摆脱了落后的标签，实现了对韩国、日本、美国等几十个国家的出口。此外，由中国自主设计和建设的鞍钢鲅鱼圈、首钢金堂、宝钢湛江和山钢日照钢铁基地已在大海之滨拔地而起，这表明我国的钢铁产业正在强势崛起。在某些技术上，韩国已经望其项背。在电子产业方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电子企业开始通过自主创新推出自己的品牌产品。韩国的三星和 LG 等品牌的手机、数字电视等离子电视、液晶显示器等产品都成为了世界知名产品。韩国的电子产品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21世纪初，三星手机的标志性开机铃声走入千家万户，三星一度成为高端手机的标志，无论是在拍照还是在外观设计以及性能上，都占据了许多80后、90后甚至是00后的记忆。韩国电子产业的发达程度可见一斑。但好景不长，韩国的电子产品统治中国大陆市场近20年的市场份额，仅10年时间就被中国国产电子产品挤占殆尽。2010年以来，中国电子产品经历一段井喷式的发展期，低廉的产品价格和一应俱全的产品功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从我们身边来看，如今三星、LG 和美国的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品牌的电子产品很难在中国的家庭中被找到，取而代之的是小米、华为、OPPO、vivo 等耳熟能详的国产手机品牌。国产产品同样冲击着韩国电子产品在世界上的市场份额。韩国发布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韩国手机出口额同比减少 21.2%， 为176.1亿美元，创新低。反之，中国手机出口率已经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30.4%。在文化产业方面，说起韩国，有一个避不开的话题，那就是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韩流文化。虽然韩国在传统历史文化上皆起源于中国，缺少自己民族独有的积淀，但韩国在流行文化和现代文化工业上却走在了世界前列。韩国的文化输出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持。自1998年金大中提出文化立国发展战略以来，韩国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国家发展的重点产业加以大力扶持。经过多年努力，韩国已然成为世界文化输出大国，在全世界掀起一股韩流。
要说韩流对中国的影响，那可是数不胜数，无论是在覆盖的年龄和群体，还是在文化产品的类型上，都达到了惊人的地步。韩流对中国的影响，首先是由韩国的影视作品带来的。中国于1993年引进了第一部韩剧《极度》，播出后引发强烈反响。此后，大量韩剧如潮水般进入中国，影响了80后、90后、00后，甚至是部分70后。这背后带来的是巨大的经济效益。韩国影视剧的爆火，掀起了对韩国文化产品的追捧热潮。无论是韩国的服装，还是韩国的料理，以及韩国的旅游业，都得到了井喷式的发展。随后，国内文娱界对韩国文娱进行了大量模仿和复制，从电视剧到电影，从综艺到练习生模式，引入这一套文化产业的生产模式，生产出了大量耳熟能详的综艺节目和小鲜肉。相信在我们的周围不乏找到对韩国欧巴痴迷的真爱粉，也不缺热衷于韩料的好吃嘴，以及对韩国的服饰发型趋之若鹜的潮男潮女，甚至在淘宝购买衣服时都会加一个关键词韩版。但是韩国引以为傲的文化产业也正在面临中国国产文化产品的冲击和挑战，韩流正在慢慢退潮，而国潮正在慢慢涌现。中国的现代流行文化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大量汲取日韩、欧美以及港台现代文化的基础上，与我们几千年的深厚文化底蕴深度融合，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流行文化。我们的内娱也在逐渐走出韩国模式。近年来，像《狂飙》《漫长的季节》这样的优秀国产影视作品不断涌现，呈现出向国内视角和国内日常生活回归的趋势。我们既有姜文、冯小刚、张艺谋这样善于从历史背景入手刻画社会现实的优秀导演，也不乏贾樟柯这样充满人文气息的导演。今天我们的明星培养模式也在逐渐摆脱小鲜肉的流水线过程，越来越多像张颂文这样的实力派脱颖而出。在文化产品上，现在很多人不再去追求韩版，国产潮牌正在逐渐占领市场，近年来还掀起了一股汉服热。在饮食上，人们也对韩料感觉稀疏平常，火锅、烧烤、干锅、铁锅炖等独具中国地域特色的美食文化开始流行。可见，我们的流行文化正在摆脱韩流的影响，呈现出创造性的特征。从社会心理学上来讲，一个自卑的群体会激发群体无意识的力量，失去评判事物的客观标准，而抢夺有利于自己的资源。历史上，韩国曾是中国的藩属国，一直到19世纪末才因为清朝的衰落而独立出去。因此，韩国的历史文化很多都全盘沿袭宗主国中国，这就导致韩国在民族认同上始终存在问题。既然在产业上没有办法保持优势地位，就去文化上找存在感，这就是近年来韩国不断申遗抢夺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这是韩国政客的阴险手段，目的是利用韩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除此之外，韩国还在军事上蠢蠢欲动。自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以来，韩国积极向日韩靠拢，大有建立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之意。2016年，韩国公然在其境内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给我国的军事战略部署带来巨大危害。同时，韩国还积极参加美日韩军事联合演习，对我国步步紧逼。在经济上，韩国也大力响应美国对我们奉行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在贸易战中，韩国四处蹦跶，在半导体等高精尖材料的出口上对中国实施禁运，在5G 产业发展中阻碍中国企业的进入。那么，韩国跟在美国后面气势汹汹围堵中国，得到了什么好处呢？事实上，今天的韩国已经在经济上形成了对中国的高度依赖，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16年，韩国对中国出口额达到1244.3亿美元，占韩国出口总额的25.1%。同时，韩国旅游业也高度依赖中国。由于韩国对中国的敌意，中韩贸易往来已经显著减少，韩国的旅游业已经遭遇寒冬，韩国财团在华利益也遭受严重损害，许多韩国商品在中国被迫下架。这些因素令本就困难的韩国经济雪上加霜。在此，我也想奉劝韩国一些政客，认清时代发展大势，不要为了一己私利，把国民经济绑上美国的战车。中国对韩国始终敞开合作共赢的大门，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局势的和平与稳定。最后，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两国人民群众和平共处。讨厌中国还疯狂认中，韩国人到底是怎么想的？据韩国外交部在早年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旅居中国的韩人韩侨人数就达到了258.6万，占到了当年海外韩人韩侨总数的36%，位列世界最多。驻华韩人协会还曾透露，目前长期居住在中国的韩国人大概有30至40万，如果算上短期居住者，数量或许能达到10倍以上。要知道，2023年韩国总人口数才5000多万。这么一估计，可能有接近1/10的韩国人选择来到中国，显然这是极为不正常的。
毕竟现在在网络上，许多韩国人对中国都抱有极深的敌意，那种溢于言表的讨厌之情几乎比比皆是。那为何韩国人这么讨厌中国，最后还要抢着来到中国呢？对此，或许韩国国内近期的一场骚乱能够给出答案。韩国人疯狂润中背后隐藏着的，恰恰是如今韩国社会深刻的苦痛。如果今天我不站出来说话，那么明日我就会失去说话的权利。新年刚刚开始，韩国国内就又闹出了大乱子。据多方媒体消息报道，在韩国政府日前宣布2025年全面扩招医学生后，韩国国内医学界上下震怒。截至于当地时间2月19号，已经有100家医院，合计6415名医生因为此事递交辞呈。5所首尔大医院联合决定暂停工作，以示对政府决定的抗议。毫无疑问，韩国医学界的这番举动势必会让韩国本就紧张的医疗资源再次雪上加霜。因此，一些韩国政客直言，这是一起针对青瓦台的逼宫行动。韩国总统尹锡悦更是在镜头前愤怒地表示，现任政府绝不会像前任政府一样姑息医疗界的集体行动，医疗界斗不过国民。事实上，韩国因为医改事件爆发骚乱早已悉数平常，可以说几乎每一次政府要对医疗行业展开行动之时，都会引起对方的针锋相对。但如果抛开其他因素不谈，韩国政府的行为是错的吗？显然不是。据韩国保健福利部发布的数据，2015年韩国每1000人对应的临床医生数量仅为2.2人，远低于 OECD 成员国的平均值。因此，在紧张的医疗资源下，许多患者往往需要承担更高的费用才能得到及时治疗。例如，在2017年，韩国就有46万名患者的医疗总费用超过500万韩元，不少韩国家庭因为高昂的医疗费用而支离破碎。对此，韩国前总统文在寅甚至曾满含热泪地说道，韩国政府绝对不会让因为高额医疗费导致家庭破碎的情况再次发生。哪怕是后来竭力想要抹去前政府痕迹的尹锡悦上台，也依然坚持保留了在医疗方面出台的政策。由此足以见得，韩国医改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成功与否甚至关乎着现政府的执政成绩。只不过，这种改革势必要牺牲现有医生们的利益。其实，韩国医疗行业的福利待遇并不低。同样是根据韩国保健福利部门给出的数据，韩国医生的平均月工资能够达到1304万韩元，约合7.75万人民币。这个数字相当于其他行业普通上班族平均工资的4至5倍。所以，哪怕医疗行业扩招，也依然能够让大部分医生过上比普通人富裕的生活。医生们拼死抵制，看起来有点无理取闹，但是结合韩国的实际情况再一看，就会发现这些医生的反应也情有可原。因为如果要以当地消费水平为标准的话，高工资的医生依然要面临巨大的压力。就拿买房这件事情举例，根据韩国央行统计，在2023年的第2季度，韩国40岁以下青年人人均家庭贷款7900万韩元，其中70%都来自于房贷。然而，与这个数据相对的是，在2023年5月，就有126万名韩国人失业，其中一半以上都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于是，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许多韩国年轻人都陷入到了断贷的恶性循环当中。医疗行业由于其不可取代性以及的稀缺性，暂时未受波及。但未来呢，伴随着医改的进行，越来越多的新人涌入这个行业，自然会引起医生们的恐慌。正如一名韩国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如果今天我不奋起反抗，那么明天我就会饿死街头。除了高昂的房价之外，韩国人面临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根据韩国媒体的统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兼并，目前韩国全国83%的土地都掌握在5%的精英阶层手中，而且国家压根儿没有能力赎回。所以，韩国的普通人想要安身立命，唯一的办法只有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那少数的上层人。基于这一点，许多韩国人都在埋怨医疗行业的暴利，嫉妒医生们的高工资，但他们又何尝没有遭受更上层的剥削呢？这何尝不是一场被精心设计的底层内斗呢？不过话说回来，倒也不是所有韩国人都是那么死脑筋的。既然这片土地上没有生存的地方，那为什么不走出去呢？而这便是韩国如今移民浪潮的由来。根据韩国移民局的统计，在最近的10年时间里，人口5000多万的韩国就向海外输送了600多万的移民，平均1年60万。在20至30岁的年轻人群体当中，移民更是遭到了强烈的追捧。56%的人有移民想法，70%的新婚夫妻已经开始计划移民。难怪英国学者大卫·科尔曼敢大胆地做出预测，韩国或将成为全球首个自然消失的国家。韩国每年有这么多的移民，他们都去哪儿了呢？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才是韩国人的首选，毕竟背井离乡怎么也不能自降生活水平，而且他们也自认为在这些发达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能力可以得到充分的应用。但就现实情况来看，这种心态更像是韩国人的自作多情。
例如前段时间美国爆发的那场非法移民闹剧。众所周知，美国一直都对移民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有时想要申请一张签证都会被各种卡脖子。事实上，相比之下，美国的精英们可能更欢迎那些能够承担底层工作的廉价劳动力，而非会分享美国社会红利的中层精英。所以久而久之，韩国人就对美西方国家不再热衷，润中便逐渐成为了一股潮流。对于韩国人来说，来到中国有什么好处呢？首先，两国文化相近，能够更好地帮助韩国人融入中国社会。对于韩国人来说，在熟悉中国文化的时候，比起陌生的美国文化要更加轻松，更加能够接受。更别提相较于美国，中国实在不要太安全。今年2月14号，美国春晚超级晚盛典如期召开，结果不出意外的又出了意外，2名嫌疑人朝着人群开枪，致使1人死亡，21人受伤。截至目前还有8人未脱离生命危险。在美国，枪击案的发生几乎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稀疏平常。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谁会率先到来，这就是美国的现状。像其他国家如果发生类似的事件，通常都能找到原因，可是在美国，呼吸可能都是一种犯罪。所以这也是现在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后惊叹于中国安全，并选择留在中国的原因。韩国人自然也不会例外。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则是韩国人骨子里的傲慢。许多韩国人认为相较之下，自己在中国更具备技术优势，这点实际上最能反映在医疗，特别是整形医疗方面。由于近年来韩国明星的走红，韩国整容技术在中国甚至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许多人不惜花费重金专程跑到韩国整形，一些有韩国医生冠名的整形医院亦往往能够得到更多人青睐。可是韩国医生真的有传说中那么神乎其神吗？显然不是。近些年来，各种韩国医生操刀失败的案例屡见不鲜。人民日报甚至曾报道过一些二流三流韩国医生来华无证行医，只为练手的新闻。由此可见，过于的迷信往往不仅不能达成目标，反而还会加大受害的风险。万一发生事故，很有可能会吃硬亏。所以从这里不难看出，韩国人自信的技术可能真的没有那么有优势。面对这么多的韩国人来华，我们该如何应对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少韩国人讨厌中国，同样的也有不少中国人讨厌韩国，甚至这种讨厌上升到了一概而论的地步。可是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对的。就比如韩国的整形医生，我们不排除有一些菜鸟混淆视听，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认可一些韩国的顶尖整形医生确实有着鬼斧神工一般的技艺。扩大到其他行业来说，拥有鬼斧神工技艺的后者，显然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人才。中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家，不管是韩国人也好，美国人也罢，甚至就连日本人，只要拥有一技之长，且对中国不怀祸心，我们都应该愿意与之成为朋友。这才是一个大国公民应该拥有的胸襟。